开车掉进水里，或者从山路、悬崖、路基上冲下去，生还几率到底有多大？你要飞机万一掉下来怎么办？如果是车掉进水里，最关键的不是力气大，而是反应快。车刚落水的时候，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慌，想去推车门，或者先拿手机打电话。这其实都可能耽误逃生时间，因为车一进水，外面的水压会很快压住车门，车门会越来越难打开。真正要做的是先稳住自己，马上解开安全带，然后立刻降下车窗，从车窗逃出去。不要等车完全沉下去，也不要想着等水灌满以后，内外压力平衡再开门。那个时候车里一片混乱，人已经缺氧，方向也分不清，成功率会低很多。车掉水里以后，最好的逃生通道一般不是车门，而是侧窗。前挡风玻璃通常比较难砸，因为它是夹层玻璃，不容易碎。侧窗相对更容易破，但现在有些车的侧窗也可能是夹层玻璃，所以车里最好常备一个破窗器，而且一定要放在驾驶位伸手就能摸到的地方，千万不要放后备箱，真出事的时候你根本拿不到。破窗的时候要砸侧窗边角，不要砸玻璃正中间，因为边角更容易击碎。如果车里有孩子，顺序也很重要，不是大人先跑出去再想办法救孩子，而是大人先解开自己的安全带，打开或砸开车窗，然后解开孩子的安全带，把孩子先推出去，最后自己出去。孩子越小越容易慌，也越没有自救能力，所以必须优先处理。如果车已经沉下去了，窗也打不开，那就非常危险了，但也不是完全没机会。这个时候要尽量保持冷静，先找侧窗或者车门，车里还有空气的时候，抓紧时间深吸气，然后用破窗器砸窗。如果车内外都已经浸满水，车门可能会比刚落水时稍微容易打开一点，但这已经是很被动的情况。逃出车外以后，如果你在水里分不清上下，就看气泡，气泡往哪边伸，哪边就是水面方向。如果是车掉到悬崖下、山坡下、沟里，处理方式和落水完全不一样。落水是越快逃越好，但坠崖之后不能一上来就乱动，因为车可能还没有完全停稳，可能卡在树上、石头上、斜坡上，也可能还会继续往下滑。这个时候你乱解安全带、乱爬，反而可能让车继续翻滚，造成第二次伤害。坠崖后最重要的是先确认自己还清醒不清醒，车稳不稳，周围有没有起火、冒烟、漏油、落石、继续滑坡的危险。如果车没有马上起火，也没有继续滑落，先不要猛地扭头、弯腰爬出去，要先检查自己有没有头晕、胸痛、呼吸困难、脖子剧痛、后背剧痛、手脚麻木或者大量出血。如果怀疑脖子、脊柱受伤，千万不要强行乱动，因为脊柱伤最怕二次损伤，本来可能只是受伤，乱动以后可能变成瘫痪。这个时候如果手机还能用，应该马上报警或者打急救电话，说明自己大概在哪条路、什么方向，车掉到什么位置，车里有几个人，有没有人受伤，车有没有冒烟或者漏油。如果手机信号不好，也可以尝试紧急呼叫、发短信、打开定位共享，或者按喇叭、开双闪，用手电筒求救。如果车已经停稳，而且没有严重受伤，也没有被卡住，可以慢慢离开车。特别是车翻了以后，解安全带之前要先用手撑住身体，不然安全带一松，人可能直接摔到车顶或者车内硬物上。出去以后也不要站在车的下方，因为车可能继续滑落，应该离车保持安全距离，但也不要乱走太远，尤其是在山里、夜里、雨雪天，因为车本身是最明显的目标，救援人员更容易先找到车。如果你乱走远了，反而更难被发现。不管是落水还是坠崖，有一个东西非常关键，就是安全带。很多人误以为车掉水里系安全带会困住自己，其实安全带真正的作用是在第一次撞击、翻滚、落水冲击时保护你，让你不至于被撞晕，不至于被甩出车外。只要人还清醒，就还有自救机会。如果人一开始就昏迷了，后面什么逃生技巧都用不上。